衣柜。今天是周末，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二手市场，准备买个衣柜。来到这座城市打工快1个星期了，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。公司的待遇不错，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，可以长期的做下去，不用老换工作了。租住的房间里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床。买个衣柜可以把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放进去，也可以给自己一点安全感。我总觉得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显得很奇怪，感觉自己就睡在一个空旷的野外，让自己睡得有些不安稳。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吧。二手市场有很多家店里都有卖着二手的衣柜，可挑选来挑选去，总觉得不怎么喜欢，不是太大了，就是太老土了，而且很多都是那种胶合板或者是压制出来的。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，家具自然是喜欢木质的，如果不是木质的，至少也得选个比较古典的。又看了好几家，终于在我要放弃自己爱好的时候，在一家不大的二手家具店里，一个衣柜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大约1.5米宽、2米高的木质衣柜静静地立在店铺的角落里，衣柜的正面简单地雕刻了一圈花纹，表面上落着一层深褐色的漆，有些地方漆已经经不住岁月的洗礼，已经脱落了，显出了这木材本身的纹理，透露出了时光的味道，似乎将这个门打开就能回到过去了。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不懂是什么木材制成的，但是我肯定它一定是实木家具，这就是我想找的。跟老板讨价还价后，这个衣柜的价格依然是让我有些肉痛。不过幸好老板答应帮我运到我住的地方，还答应了帮我搬到房间，于是便达成了交易。顺带着跟老板的车回到了我自己住的地方。衣柜出人意料的重，我租的房间在3楼，可把这衣柜搬到3楼，我的房间差点就没把我给累死。老板也是累出了一大身的汗，害得老板以为他看走了眼，这衣柜的木材不过就是一般的杨木。不过在他查看了好几次之后，还是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，这木材就是普通的杨木。老板带着好奇的目光走了。我可不管是什么木的，只要是木头就行。我精疲力尽的出门吃了点东西，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天色不早了，今晚还是先睡吧，明天给它清理一下，再把东西放进去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太累了，很快我就睡着了。不知道睡了有多久，迷迷糊糊中耳边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奇怪了，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周围的人，应该是房东或者是走错门的吧。看了看时间，才半夜1点多，周围的人真没素质。我暗骂了一声，又接着睡去。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自己完全清醒过来了，就好像没睡着，只是闭着眼睛休息。这种感觉以前偶尔会有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状况，只是今天突然清醒后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我再也没有睡着，正准备继续的逼自己去睡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阵杂乱的敲门声再一次的响起。这就好像是有人发疯似的在砸门。我顿时火冒3丈，也没有开灯，穿着鞋直接就拉开门，大骂了一声：“你他妈的有病啊！”可是话一出，我就愣住了。声控灯被我的大叫声弄亮了，门外却根本就没有人。
我的声音在回荡这个楼道里来回的飘荡着，我感觉我全身的汗毛都快竖起来了。我急忙把门关上，靠在门上，我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也不会有人无聊来敲我的房门，也不会是我隔壁的房门。我的房间就在最里边，离我最近的一个门也都有3米远。如果是那边的敲门声，那声音就不会如此的响亮。回响的那阵敲门声就仿佛在我自己的耳边，真是见鬼了。我躺回了床上，久久都不能入睡，估计今天晚上是睡不着了。心跳还没有平稳，敲门声又响了起来，可是这次却没有刚才那么强烈。这次的敲门声只是断断续续的敲了几下，而且越敲越近。我正好奇是怎么回事，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炸响，这个敲门声不是从外面传来的，好像是从衣柜里传来的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瞬间一股寒意流遍了我的全身。我越听越觉得是衣柜里的声音，感觉这个声音离得好近，我感觉自己快要崩了，真的是要快崩溃了。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，这衣柜也是刚买回来的，怎么会有敲门的声音呢？是人还是什么？我把灯拉亮，检查了房间，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儿。衣柜里的声音早已经消失了，我的情绪也稍稍的平静了。我犹豫地走向了衣柜，这是房间最后一个我没有检查过的地方，也是我不敢触摸的地方。不过我已经受不了折磨了，我必须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否则我自己死了都会把自己给憋死。抓住了木把手，我鼓起勇气用力地拉开了这衣柜。轰的一声，我只感觉自己的脑袋里有东西炸开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，堵住了我的呼吸。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而死了。衣柜里竟然有人！不是人，是死人。一个男子一动不动地蜷缩在衣柜里，他已经死了。让我惊骇的不是发现了有个死人，而是这个男子的脸。他的整个面部已经扭曲了，诡异的肿胀着，泛起了一层青灰色，就好像是被吹了气，随时都要爆炸一样。舌头长长的拉耸在一边，眼睛鼓胀鼓胀的，似乎就要从这眼眶里被挤出来了。整个双眼上布满了漆黑色的血丝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只觉得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身体完全的不由我自己的支配。我呆呆地站在这柜子前，不敢移动脚步，也不能移动脚步。我甚至不能把自己的视线从这个男人的身上移开。突然，这个男子的身体慢慢的扭动了起来，身后在我的视线中慢慢的消失了，就好像是一场梦。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支配权慢慢的回到了我自己的手上。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还没有把胸口憋出来的气吐完，我只感觉到有一条绳子瞬间就勒紧了我自己的脖子。我刚要吐出来的气又憋回了肚子里，心脏一阵的收缩。我仓皇的用手抓住了脖子上的绳子，我想要把它扯下来，可是一抓竟然只抓到了自己的脖子。我的脖子上什么都没有，可是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的脖子上正被着一根绳子在勒着。我的心里惊恐到无以复加，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条溺水的鱼。
想逃出这个房间，可是我全身都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股力量，我被推进了衣柜，然后衣柜的门就被慢慢的关上。我已经没有思考的力量了，凭着本能奋力的蹬着这衣柜，衣柜被我踹得通通直响，就好像是敲门声一样。衣柜的门不是很严实，我能看到外面的一点点的灯光，我一边挣扎一边看向这缝隙。缝隙外是刚才的那个男子，他依然是肿胀的脑袋，几近爆炸的眼球拉耸着脑袋，他那块爆裂的眼睛此时正从这缝隙里看了进来，似乎他看到了我的痛楚，似乎他看到了我已经无力挣扎，似乎他看到我的灵魂正从我的身体里脱离。他裂开了紫黑色的嘴，阴森的一笑，然后就慢慢消失了。我的意识也跟着渐渐消失，挣扎的力量也越来越弱，心里最后的一个念头只剩下了愤怒。为什么我会被人勒死？有一种不甘随着我的意识淡去而强烈的生气。我也要让别人尝试一下我的痛楚。以上就是我为大家讲述的衣柜，作者独角蚂蚁头，演播猫大的。